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跟大家介绍 Leonardo AI。Leonardo AI 是一个在线绘图平台，以其强大的图像生成功能而闻名。它迅速崛起，已经成为 Midjourney 的最大竞争对手。我们可以免费申请账号。Leonardo AI 每天提供150个点数，可以用来免费生成图像。Leonardo AI 真正优越的地方是它的界面设计简单易懂，我们可以点击任何的图片即可查看图片的文字提示，轻松的直接生成图像。今天的视频我将手把手实际操作，带大家了解 Leonardo AI 的每个功能，最后展示如何利用这个免费的绘图软体开始赚钱。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到官方网站。如果你还没有创建账户，点击创建按钮，输入你的名字和电子邮件，点击 Count Me In， 你将会收到这样子的电子邮件。点击启动 Leonardo AI。在左上角，我们看到有150个硬币点数，在平台生成图像会消耗这些点数，每24小时点数就会更新一次。他们还提供付费的会员专案，每月会有更多的点数，还有一些仅提供高级会员使用的专属功能。在右侧这里有精选模型 Feature Models， 这些模型是什么？这些是使用许多特定图像训练出来的模型，每个模型都可以帮助我们生成独特风格的图片。在左手边这里，我们还可以点击 Fine Tune Models，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模型，这些是由 Leonardo 团队创建的模型。此外，这里还有由用户创作的模型。如果你在平台设计了自己的模型，它们将会出现在 Your Models 的选项。我们也可以保存自己喜欢的模型，它们将出现在 Favorite Model 的选项中。接下来点击 Community Feed 按钮，这里可以看到像你跟我一样的人生成出来的图像。如果我们想了解任何图像是如何生成的，只需要点击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详细的文字提示，包括负面提示。负面提示就是加上我们不想在图片上看到的内容。下面还有其他详细讯息，例如我们看到这张图片是用 GenShape V7 模型来创建图片的。在左侧点击 AI Image Generation， 我已经准备好了提示，直接贴上。在生成 Generate 按钮的下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开启的 Photo Real 的功能，需要用到16个点数来生成图片。这是因为 Photo Real 是新的功能，会消耗比较多的点数，让我们来关闭它。我们可以看到 Prompt Merge 这个功能也自动关掉了。在这里，我选择每次生成2张图像。Alchemy 炼金术是一个付费的功能，但是新的用户在测试期间可以使用 Photo Real 跟 Alchemy 这2个功能。我们将暂时关闭这2个功能，别担心，我稍后会介绍每个功能。我们点击下拉选单，选择 GenShape V7 模型，并保持 Leonardo 风格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 GenShape V7 的训练尺寸为640×832。生成图片，我们可以选择任何的尺寸，但通常最好选择与模型训练相匹配的尺寸，以获得最佳的效果，并避免任何不寻常像这样子的结果。我们点击生成按钮，第一张图片出炉了。现在让我们来用提示魔法功能。我们可以将 Prompt Magic 视为一个超级引擎，它可以让图片生成的结果更接近我们的提示内容，并改善图片输出品质。真的有比较好看，但是它有2个耳朵。我们来添加负向提词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非常漂亮。接下来在左手边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提示魔法的设定为第2版，启用了高对比。
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调整 Point Margin 的影响程度，较高的数字意味着对图片影响程度更高。我们来比较这两张图，这张使用了提示魔法的图片，品质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。让我们来看看第三张图，我将提示魔法提高到 0.55。我们可以看到头发跟盔甲上添加了许多细节，图片的光线非常的自然，皮肤变得比较柔和，相当美丽。第四张图，我将提示魔法设置为 0.8 的最高水平，生成出来的图像也非常漂亮，但是对比好像有点太强了，我们可以从鼻子跟嘴唇上的光线看出来。现在让我们开启炼金术功能。简单来说，使用 Leonardo Alchemy 炼金术的功能会使图片看起来更逼真，会有更多的细节。它跟 Photoreal 模式配合使用，可以创建超逼真的人像图像。使用第3版的 Point Magic 提示魔法，可以确保生成的图片符合我们的文字提示。Alchemy 还有许多不同的预设风格可以选择，我们试试 Dynamic 风格，点击生成图片。哇，图像风格产生了明显的变化。现在让我们来试试 Photoreal 这个功能。在这个模式下 Point Magic 会被关闭，而且不需要负面提词。我们有4种风格选项，让我们来试试电影风格。哇，真的很像人像照片。展示一下 Photoreal 4种风格做出来的图片。Leonardo AI 还有一个非常酷的功能，就是在 Image Generation Tab 的旁边，我们可以找到提示生成 Prompt Generation 功能。当我们不知道要写什么文字提示时，这个功能可以帮助我们从简单的概念来创建复杂的文字提示。这里我勾选一次生成2个想法，我们来画牛头犬的贴纸好了。我喜欢第2个想法，点击生成。太可爱了！当我们将滑鼠停留在照片上时，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图片编辑功能。这里我们点击去背功能，点击图片，点击下拉选单，选择无背景。背景已经去除干净。接下来向右我们有删除、下载、复制图片功能，我们可以将复制的图片贴到其他的编辑软体来修改图片。然后是 Unzoom 的功能，接下来是放大功能，创意放大代替功能。如果我们发现创意放大后的图片解析度不是很好，就可以用这个功能来代替。接下来是 HD 平滑放大，会失去一些细节。HD 高锐利放大，这种放大方式会有比较多的细节。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这只牛头犬有6只脚？别担心，现在让我来教大家如何使用 AI Canvas 的功能。点击这个正方形，我们就会来到 AI Canvas 的画面。我们先选取图像并调整尺寸，必须要将想要修改的部分缩小到正方形框框中。现在在左侧工具列点击 Draw Mask 这个功能，画出想要修改的区域，并在图像下方输入牛头犬后腿。在左侧有个按钮，我们可以添加负面题词，点击生成图片。Leonardo AI 会生成4张图片让我们选择，我觉得第2张比较好。那现在我们用黑色来划掉中间多余的腿。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来下载图片，这里我们也可以上传图片或照片，点击上传图片按钮。我将使用我先前创建的图片，这张图片相当的大，让我们点击减号按钮来缩小图片。再来，我们移动中间的正方形框框，将正方形框框移到部分在图像内，部分在外面。如果你不能移动框框，按一下解锁。这是让 Leonardo AI 有参考的资料。放大延伸后的图片才能跟原本图像自然结合。
在下方我们可以描述我们想要添加的内容，我就简单写 Landscape。 Leonardo AI 向左延伸画出新的图像。简而言之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将图片放大。最后一个角落，让我们在图片上添加一个行星。现在让我们来探索绘图功能。我简单的画一朵花，上方这里我们可以调整笔画大小和尺寸。在画布模式的右侧，点击 Inpen 跟 Outpen 的功能，选择 Image to Image 图像到图像功能，在这里输入 Flower， 点击生成。还不错，我比较喜欢第3张图。我们点击箭头回到 Leonardo AI 的首页。我们刚刚学到了如何使用 AI 图像生成功能生成图像，以及如何在 AI 画布中编辑图像。下面我们将找到 Texture Generation 纹理生成功能，这是一个高级功能，在这个视频中不会说明如何使用这个功能。如果有人有兴趣了解，可以在下面评论区告诉我。现在让我们回到图像生成功能，还有几个功能还没有说明。位于图像尺寸的下方，这里有个 Guidance Scale 功能，这是用来调整 prompt 文字提示的权重。这个值调得越高，对图像的影响就有越大。较低的数字将导致生成的图像与我们的提示内容相似度较低。为了获得更佳的效果，我建议设定在约7到8之间的值。使用 Ctrl 内这个功能，可以将已经生成好图片中的角色转换为特定姿势。使用 Ctrl 内不能同时使用炼金术、提示魔法或者 Photoreal 这些功能，让我们关闭炼金术。返回到主页，然后点击 Personal Feed。我们来混合一张我以前创建好的图片，点击 Remix 按钮，然后我们需要上传一张照片才能启动 Ctrl 内这个功能。不要忘记负面题词，然后点击生成。结果可能不会一次就完美，我们需要多生成几次。但这个功能做出来图片依然令人惊叹。下面还有 Image to Image 的功能，我们可以上传一张我们想要作为基础的图像，然后用这张图像来生成新的图片。我们先取消 Ctrl 内功能，删除图片，并上传另外一张图。文字提示，我输入一位坐在街上的美丽女性。果然，它生成了一张类似的女性照片，保持同样的姿势，还蛮厉害的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如何使用 Tiling 这个功能来创作布纹图案设计，然后在 Etty 以及各种在线图形资源平台出售我们的设计。在左侧选择每次出4张图，然后打开提示魔法，选择强对比，并将提示强度设置为 0.6， 图像大小选择1024×1024像素。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启用 Tiling 这个功能。这里我选择了 Deliberate 1.1 Leonardo 风格。我已经准备好了提示文字，直接贴上，还蛮漂亮的。但图像看起来不够锐利，我们将模型改为 Leonardo Diffusion 来看看，效果好很多。我比较喜欢第一张图，点击图片放大看一下，下方选择高解析度锐利放大，需要等一下。放大图片完成后，就可以下载图片了。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张图，但我还想说明一下如何将做好的设计转成向量图片。我们到 Vectorizer.ai 的网站，上传图片，然后在右边下方按 OK。向量化的图像有更锐利的细节、更干净的边缘，可以放大而不失去图像的质量。我们可以将这个图案直接当为数字产品来出售，但我想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更有趣的方法，那就是通过 Printify 这间公司的团队来为我们创造实际的产品。这种方式吸引人的地方是我们不需要处理生产、包装或运送。Printify 将会为我们处理所有这些工作。
我使用我的 Gmail 账户登录，他们提供各式各样的产品。我选择设计一个手机壳，接下来点击开始设计，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将图片拖移到左侧的空白画布。点击创建图案，完成这些步骤后，选择预览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预览最终的产品外观。我们还可以将图片应用到其他的产品，譬如马克杯、袋子等等。最后就是将完成的产品列入销售渠道，开始贩卖。除了借由绘制布纹设计来创建产品出售，Leonardo AI 的强大功能为我们打开了无限的创造可能性。例如，我们可以尝试创建儿童故事书。在下个视频中，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运用 Leonardo AI 来打造一致性的角色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使用 Leonardo AI 创建角色，并在不同场景中让角色保持外观一致，那么你绝对不能错过下一个视频。Leonardo AI 完整指南 Part 2： 如何使用 Leonardo AI 创建一致的角色？我将分享所有我的秘诀。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不要忘记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哦。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